先检查，打开纸箱之后，拿到工具包有一个袋子，然后拿到皮件，皮件是另外一个袋子，一共有2个袋子。工具包里面有5巾、针线、肩带等配件。材料包当中有胶管，骨条皮有4根，2长2短。短的是在带口的一个长度，超过带口就可以了。长的需要超过这个侧面的3条边长度，先比对一下。只要是长过去就可以，超过就可以。一共4根，2张侧面没有做邮边处理的，带口位置做邮边，其他位置是没做的。1张底部，这是外底；1张内底。内底的话，反面是定型材料，外部是这种超铅。外底一面是超铅，一面是油皮。2根手提，包胶管用的。4个手提耳载，正面的孔圆润而且大，背面的孔锐利而且小。2个肩带耳载，反面是定型材料。4个这样的6角钉贴，正面是油皮，反面是超铅，它的颜色是相近的，我们可以拿着它和这个拉链对比。有拉头的是正面，一样的是正面，不一样的是内部。拉链的边缘也是包起来的，也是不做邮边处理的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超铅1层，中间的夹层有个定型，然后外面是这种皮。2张包身，包身呢是由超铅、定型辅料、制粘胶3层组成。这一面是制粘胶，这一面的布粘纸有多种，批次不一样的话，它上面有可能是梅制的，有可能是杏色的，颜色会不一样。撕开就可以粘咱们的布料。有2张包身，包身需要分带口和包底，带口位置有这种手提孔，包底位置是没有的。自己准备2张表布，或者是直接在店铺购买这种表布。先把表布熨烫平整，如果表布本身就是平整的，就不需要再熨烫。表布如果是有褶皱的，先熨烫表布。先拿到自己的表布，拿到材料包当中的这种叫垫布，2面都没有胶的，2面都是普通的布料，铺在需要熨烫的部分。熨斗的话，开蒸汽，然后调到棉的这个档位。这个位置熨烫平整之后，换一面。把这个垫布铺上去，垫布只是为了保护表布的，因为有的真丝布或远景布它比较娇弱，不能直接接触熨斗。把需要熨烫的部分全部熨烫平整，然后关蒸汽。这2张全部都熨烫好了。熨烫好表布之后，等它冷却，完全冷却之后，如果我们不用熨斗去用热熔胶贴合，我们就直接用制粘胶。制粘胶贴合会缝制起来会难度会小一些，因为热熔胶融化之后会粘住这个孔，会有点不好穿。如果我们用制粘胶的贴合，咱们就直接拿到这个可以撕开的胶，拿到表布，表布看一下，如果是防尘袋中间有 logo， 我们需要注意它在包身的哪个位置，确定好，然后分上下左右，确定好之后平铺，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上下左右，从左往右去翻，给它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去撕这个胶状的，去撕开这个不粘纸的，这是纸的，这一张就是制粘胶了。拿到这张制粘胶之后，有孔位、有手提孔位的是带口，它是朝上的。我们如果不确定，可以先拿一张笔，比对好自己要的位置，在外圈画线，画好线之后再去贴合。如果咱们的布是花纹的、随意的贴合，就不需要做这个操作。让它中间往下掉，中间往下掉。确定好位置之后，中间先放，再放左边，给它平铺，铺好之后再去放右边。扫平，每个角度扫平，正面扫平。每个角度扫平之后，确定有没有贴反，有没有贴歪，确定完全没有问题，开始裁剪，沿着这个周边去裁剪。2张都用这个方法全部贴好再去做裁剪。这是制粘胶的一个贴合。剪的时候留1毫米在外面，贴着边剪，留1毫米左右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留多。留1毫米是为了让我们剪的时候不要剪到这条边了，万一不小心剪到材料了，所以留一点点去剪会好剪一些。全部把它变成这样。全部修剪好，把两张全部这样贴好，修剪好之后，用到工具包当中的这个锁边液。没有锁边液就直接用打火机。自己准备好这样子普通的打火机，不要防风的哈，普通的就可以了。给它收一下。如果工具包当中有收边液，咱们就用这个锁边液去把边缘锁一下。先给它拧开，拧开之后用力挤出来，先把它挤出来，然后再涂在这个布上面，
涂在我们刚刚剪的这个布的边缘，让它不要散边。沿着四周全部涂满，涂满之后放在这里静止的。放的时候不要叠起来放哈，平铺的放，这一张放在这儿，另外一张放在另外的地方，平铺的放。它的干的时间的话是以实际情况为准，因为你粘的比较多，它就会干的比较慢。我们平时像看一下它干了没有，就摸一下它没有水状的，已经干透了，那就说明已经干了。涂好锁边页之后，把它放在那里先晾干。如果我们用热熔胶的贴合，就需要用到这个垫布，热熔胶2张，网状或者胶状的都有可能哈。发货的话有可能是这种网状的，也有可能是这种胶状的。胶状的呢，我们就需要给它撕开。它有2层在里面，一张纸，一张胶。你看这种不透明的就是纸，它是可以撕断的；这种透明状的是胶，它是撕不动的。这个就是热熔胶，胶状的热熔胶，撕开来贴合。撕开之后就是跟网状的是一样的哈，它有可能发货会不让网状或者胶状哈，批次不同发的这个热熔胶会不一样。2张这种烫布，烫布呢和垫布的区别在于，垫布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布料；烫布有一面会有这种颗粒感的胶，一面是这种布料，2张，然后加上刚刚已经熨烫好的表布。先放烫布，烫布放的时候，颗粒状的这一面朝上，再放热熔胶。热熔胶呢是夹在中间的部分，先给它比对好，对应的位置放齐，放平。放平好之后，再放表布。放的时候，正面朝上，看一下位置有没有移动，位置没有移动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熨烫。把这个垫布盖在表布上面，以防万一烫斗对表布造成伤害。可以开蒸汽，先熨烫一下，先给它压一下，一个位置停留个2秒左右，然后移这个垫布移到另外一侧，给它烫起来，拎起来移动位置，不要去推。完全熨烫好之后，我们放在这里等它冷却。等它完全冷却之后，看一下这些位置有没有完全烫合好。完全烫合好了之后，先看材料的，看表布的正面上下左右，确定好位置是对的，然后从左往右翻转过来，把这种布的碎屑给它清理干净。布的碎屑清理干净，再去做贴合。拿到包身，把它撕开。撕开之后，手提孔位朝上，然后去拼。先放左边。我放的时候放偏了，我们要放在贴合了热熔胶的这个部分，放在贴合了热熔胶这个部分，我们先给它左边给它对齐，对齐好之后往右边放，放好之后抚平，抚平好之后，沿着边缘进行一个裁剪，还是一样的，可以留1毫米，也可以贴着边裁。如果觉得自己的裁剪技术还可以，就贴着边裁；如果怕担心裁到有孔位的材料，我们就可以留1厘米、留1毫米的一个距离哈。小剪刀的话就慢慢裁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剪到材料了。家里有大剪刀，先用大剪刀去裁剪。裁剪好了之后，涂上锁边页。锁边页是把它摁出来了，眼睛看到它的这个带口的位置了，再去涂。涂的时候涂在这个布的边缘，表布的边缘。涂好之后要单独放在一个位置去进行晾干。它晾干的时间的话，跟我们涂抹的厚度有关系。涂抹的比较厚，可能时间比较长，正常是要15分钟左右哈。涂的比较少的话，15分钟左右。拿到这个侧面，先缝带口位置这个假线。带口位置是两边有一个大孔的哈，这个缺角的为包包的底部，这是带口。正面的孔圆润，背面的孔又锐利又小。正面的孔是又圆又大。拿到工具包里面的针和线，量这个带口长度的5倍，1、2、3、4、5，量5根线，多量5到11厘米。剪线的时候斜剪那剪，拿2枚针出来使用，其他的针放起来备用。同一根线头尾各穿1枚针，先给它穿过去，穿过去之后呢，拉出大概10厘米左右，用右手拿针尖，左手拿拉出的线头。然后用针尖从这个线头的中间穿过去，给它往回拉，固定住。拿到另外一根针，
拿到这个线的另外一头，先给它穿过去，拿住针尖，从这个线头的中间给它穿过去，给它往回拉固定住，同一根线头尾都穿上了针。这个位置缝的时候不需要加其他的材料，只需要单独缝这一张材料就可以，两个位置都需要缝哈，有2张侧面，左右一边一张。我们先缝其中一张，我们拿到这张材料正面朝上的情况下哈，这是正面，正面朝上的情况下，从底往正面穿第一个针，拿到第2根针，从底往正面穿第2个孔，1、2，穿上来之后，我们一起去拉这个针。你看这样子的话，同一根线就分成了2个等份，完全一样的等份。拿到第1个孔出来的针，往第2个孔穿。第1个孔和第2个孔之间就走上线了，后面的每一个孔都是重复这个动作。我们先穿到第3个孔，从内部拿内部这根针哈，从内部往正面穿第3个孔。穿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线蹬一下，蹬紧了之后，手拉住线，压线，然后呢拿到第2个孔出来的线往第3个孔进针，每次都是往下一个孔。你看穿好了之后就是往下一个孔，给它穿过来，下一个孔。不管我们拿的是底针还是面针，都是去下一个孔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我们去压线的方向要保持这个规律，就是我们压线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是朝带口，每一次都朝带口，我们只要压紧了线，我们的进针的地方就固定在线的上方了，就相当于我们只要固定压线的方向，就会固定进针的方向，这个线就会又均匀又直又好看。双针同时往前缝哈，现在属于它是你看内外2根针同时往前，我们现在缝了底针，下一针就是缝面针，然后再缝底针，再缝面针。这样子缝出来的线又直又顺又好看。如果我们单独缝单针的话，一针过去，另外一针再过去，它的线就会不直不顺不好看。缝到最后一个孔的时候，底针过来之后，直接往倒数第2个孔缝，再往倒数第3个孔再缝一次，重叠缝一针。重叠好之后，把这个面针的线往下一个孔位穿，给它穿到底部去。这样子我们收线就在中间这个位置，这个点我们要留起来缝侧面用的，所以尽量收线收在中间。教大家用胶水收线和打火机收线2种办法。先用打火机收线，剪线的时候留3毫米左右的一个线头，3毫米左右的一个线头留出来，在这儿留出来之后拿到打火机，家里面自己准备打火机，把火焰调到最小，然后打着看一下火焰是多大，小小的就可以，慢慢靠近线头，融化它，给它压平。火机的火焰和材料一定是保持垂直的角度，这样去靠近，材料不能这样倾斜，倾斜的话它就算没有靠近它，火焰的温度是在火焰上方大概1厘米左右，所以它也会被烧坏，所以我们一定是左右的一个位置去这样子融化线头，材料永远不能在火焰的上方。另外一个是胶水收线，胶水收线拿到502胶水，工具包里先拧开瓶盖，拿一张纸，把瓶盖放在纸上，因为瓶盖上有胶水哈，放在桌面上它会影响桌面就弄坏了。然后用牙签这样沾取胶水之后，等会儿去点在这个线头的那个根部，我们先把它放在远一点的地方，离材料保持30厘米左右的距离，而且要放在这种很大的纸张上，它就算倒下，它也只是弄到纸上，不会弄到桌面或者弄到其他的物品上。把这个线拉紧之后，牙签沾取胶水，点在这个线孔里，少量少次，大概就是2次到3次左右就可以。然后涂一点在这个线头上，我们这个线还没剪，拉紧它，涂在线头上哈，一定是涂在线头上，不要去涂在皮件上或者是缝线上。点的时候呢，是点在这个孔里，点在这个缝线的孔里，然后再把这个线剪断。剪的时候留1-2毫米就可以，然后用这个剪刀给它压平，压在这儿，这个就粘好了。2种收线办法都可以，咱们按照自己觉得好用的方法去使用。拿到另外一方侧面，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一排的装饰线缝制好。502胶水使用完之后，一定立即用瓶盖给它拧紧，光盖上没有用，一定是拧紧，拧紧之后立着放哈。它如果倒下放，这一圈就会拧不开，一定是立着放。带口的这2条装饰线都缝制好了，收线全部收在内部。现在开始缝制这个位置，先拿到5金，
方扣是缝在手提上的，这种半圆低扣是缝在这个肩带耳仔位置。先量线，量这个侧面长度的2倍。量的时候往外扩1厘米，多减5到10厘米。拿到这个耳仔，正面朝上的情况下，去穿这个有接口的地方，穿的时候把它弯曲，穿进来。手指套的话，工具包当中有，我们戴在受力的这个手指上，这样对折。这个是定型的一个辅料材质，叫棒布。这个是水磁布的哦，棒布软一些，摸上去硬硬的，就是水磁布，它是防止这个皮被拉伸变形用的。拿到侧面，正面朝上，把它缝在正面的位置，它这里是有对应的孔的，缝在对应的孔上。放的时候呢，这个半圆朝带口，半圆朝带口开始放。拿到刚刚穿好的针，从这个尖尖的地方开始往里穿，把包身也穿上，穿到背面之后，往下一个孔给它穿过来。如果我们穿左边材料，这个耳仔材料也穿左；如果穿右边，耳仔材料也穿右。穿过来之后，2根针同时拉着，双拉线，让两边的线保持一样的长度之后，拿到尖尖的这个孔出来的，就是第一个孔出来的，往第2个孔穿，给它穿到肋部，再去第3个孔。这个手给它摁住，是让孔位对应上。它这里是多层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上穿找不到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掀开看一下。手摁住了就会找到孔。假如我们找不到孔，先给它打开，找到下一层材料的孔，再给它穿上来。手一定是摁住的啊，摁住的缝起来就会更快更好缝。然后沿着这排孔转到开始的地方，收线结束。缝到结束的这个孔，往回缝，重复缝一针，重叠缝一针。重叠好这一针之后，把正面的这根针往下一个孔穿，给它穿到肋部。这是缝好的正面，这是缝好的肋部，然后收线，胶水收线或者是打火机收线都可以。这是收在内部的。打火机收线它一定是垂直的哈，垂直的一个角度，不可以这样倾斜。胶水收线呢，它一定是点在这个孔里，你看点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点在我们拉紧的这个线头上，再去压平。它是全程不会接触到这个皮料的，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，它只接触这根线，而且缝线都不会接触到。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一个耳仔也缝制好。这2个肩带耳仔都缝制好了，在带口的位置，拿到包身，然后拿到这样的手提耳仔，这种方形五金，方形五金一共有4个，我们先拿出来一个用，然后把其他的耳仔先放起来。这里有一个开口的地方，把它弯曲，这是正面哈，正面有一个鼓起来的定型，背面的话是完全平整的，我们用正面朝上，然后让它弯曲，弯曲之后呢，给它塞进去。把这个接口的地方遮盖住，然后弯曲折过来，1、2、3、4。从正面看哈，这个位置第4个孔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孔开始缝，缝到第4个孔的时候，要把这个对折的加进来缝。它对应的是我们这个位置的孔，这个地方的一个手提孔。但是我们缝的时候呢，需要缝制在表布的这一面，缝制在正面。五金要在带口的方向，尖尖的位置，它是有对应的形状的孔位，这个角是对应形状的孔位，然后缝在正面。另外一个缝制在右侧，这是左侧的。先量线，量材料宽度的3倍，包身宽度的3倍哈，这是前后片2倍，3倍，然后剪断。正常穿针，穿好针之后就开始缝制。因为表布上面是看不到孔的，所以我们要从内部开始往正面缝，从尖尖的这个孔开始，尖尖的这个孔就穿上来，这个位置也是从尖尖的孔穿上来，穿上来之后，另外一根针从尖尖的这个孔旁边的这个孔穿上来，穿对应的位置的孔。这个上面有这种白白的、透明的，是蜡，直接给它用指甲给它这样子推掉就行了。不需要擦，直接用指甲给它刮一下，它就掉下来了。2根针同时双拉，双拉之后拿到第1根针，往第2个孔进。这个是看不到孔的，我们只能从出线的地方找到大概孔的位置，
所以我们经常需要这样打开看。现在还不需要对折，所以等会儿再对折，先给它拉紧。一直在倒数第4个孔的时候，就需要把对折的材料拉进来。这个还是沿着孔缝，这个还没到，还差几个孔。这已经是第5个孔了，再下一个孔就需要把对折的材料加进来。现在是第5个孔，看1、2、3、4、5，把这个对折的弯曲过来。第5个孔已经缝完，现在再缝就是第4个了。把接口的这个地方挡住，把5金上面有接口的地方挡住，然后这根针在穿过去的时候，把这个对折的那个孔掰过来，找到它对应。这个地方就有1层、2层加包身3层，会比较硬。每一针我们都需要拉得很紧，每一针的线都要拉得特别紧。继续往前。这个位置特别厚，所以我们线一定要拉得特别紧。然后继续往前拐过来，跟着拐过去，回到我们起点的这个地方进行收线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在第4个孔需要加这个对折进来的，然后5金上面有接口的这个部分要盖住，要遮盖住。缝到开始这一针。缝好之后，倒数第2个针重叠缝一次，全程的线都是拉紧的，然后把正面这根线往下一个孔穿，给它收到内部。打火机收线或者是胶水收线都可以，不管哪一种收线方式都不可以碰触到皮料，垂直90度，然后去收线。拿到另外一个耳仔，给它也缝制好，还有另外一张高身，左右一边一个，全部缝制好。4个手提耳仔全部都缝制好了，全部缝制在表布的这一面，缝制好之后，开始缝包的底部。2张材料全部正面朝上，表布朝上的情况下，把底拉过来，对应缝的这条线。一条线一条线缝，我们先缝这条线，然后再去缝右边的这一条线啊。这是对应的孔，第一个对第一个，最后一个对最后一个。我们可以先比对一下孔位，看一下数量是不是一样的。确定好之后呢，现在开始量线，量这个长度，量这个底部长的那条边长度的4倍半。1倍、2倍、3倍、4倍，量4倍半的线，正常针针开始缝制。先比对好之后，从包身的第1个孔从内部往外部起，第2针从内往外起，穿第2个孔，第1针穿第1个孔，第2针穿第2个孔。双拉线，让两边的线保持同样的长度，然后进行往前缝。底部正面朝上，然后这个包身正面朝上，往前缝。现在穿第3个孔。把这一排的孔用这个方法全部缝制起来，底部的油边露出来，包底的要放在里面，这是内部。
这个位置用固定线去固定，不要用燕尾夹，用固定线直接。我们把它翻到内部来，你看1、2、3，第3个孔进，这边也是第3个孔进。进好之后呢，从第4个孔穿出来，这就是固定线，量一节线给它绑起来，缝1针。绑的时候绑三个结，3个以上都可以，3个、4个都可以。绑3个结之后，把这个线剪断，还有1节线，再绑一个，在居中的位置找一个位置给它穿过来，找到对应的孔。给它剪掉，把这个位置也绑起来。这个就是固定线，固定线绣跟燕尾夹的作用是一样的。我们从这边缝过来，缝到靠近它的时候，还有1、2针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线剪掉就可以。它跟夹子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，小固定线，沿着这条线缝制到最后收线结束。到最后一个孔的时候，底部这根针过去之后就直接回来，然后去倒数第3个孔，给它重叠再缝1针。然后把这个链针给它穿到底部去，穿的时候往下一个孔一穿，给它穿到里面来。收线，如果是胶水收线，我们就等另外一侧的底缝完一起来收；如果是打火机收线，就可以单独收，这样就不用总是拧开胶水。这条线就缝制好了。缝制好之后，重新量线缝另外一侧，缝另外一方包身。缝的时候还是一样的，底要在外面，包身要在下层，给它缝制起来。同样的方法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现在已经是12了。在第13个孔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拉链贴加过来。加的时候，孔圆润大的是正面，正面朝自己，表部朝外，让它的内部和内部互相贴在一起。先穿骨条皮，穿拉链贴的第1个孔，然后再去穿外面的骨条皮。把它放好，然后给它夹住，放在这儿。好，给它压紧线。如果我们一次穿不过来，就分开穿。你看，先穿到了这个贴这里，再去穿骨条皮。骨条皮往下穿也是一样，穿不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次先穿骨条皮，再去穿贴。然后再去穿骨条皮，沿着针孔针着。如果能一次穿过就更好，咱们就一次穿过；如果不可以，我们就一层再穿。这样子的，一直缝，缝到倒数第2个孔结束。多的话后面再剪掉，我们要先沿着这个位置缝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这样位置是这样夹着包着它缝，很容易漏的这个材料，还有这包身，所以我们缝的时候呢，需要缝一会儿，这样打开看一下有没有漏。从这边也是一样的，打开这样看一下有没有漏材料。沿着这条贴一直缝过来，缝到这个针，你看一个在面，然后一个在底的时候，它不在同一条线的时候，我们来看没有缝的孔有几个？1、2、3、4，有4个，那就留3个孔就可以。1、2、3、4，把第4个孔剪掉。
剪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再剪哈，1、2、3、4，还有4个孔没缝，那就剪第4个孔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就第4个孔。缝到这个最后一个孔的时候，往回走，往下一个孔位穿，给它穿在里面来，然后收线。把这个贴拿过来之后，缝另外一条线，把这个放过来，可以先比对好，给它先夹在这儿，确定好是这一面，因为这个拉链不要缝扭了，所以要先确定好这一面，然后再开始缝，量一样长的线哈，量4倍长的线，然后重新开始缝这个贴。缝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头尾得空出来一个孔。带口的位置就缝制好了，缝制好之后，把它打开，开始缝制侧面，把侧面缝起来。侧面缝制的时候也是需要包补条皮的，先量线，量这个位置4倍长，先把1倍量出来，这是1倍，这是1倍，3倍，4倍，4倍长的线多量5到10厘米。然后正常圈针开始起针，缝制的时候，表部朝上，侧面外面朝外，内部朝上，给它放回去。然后拿到骨条皮，第1个孔对第1个孔给它包裹住。先穿过去，再穿到骨条皮，因为它是这样对折的，它没有办法一次穿过，所以我这边就分2次穿。先给它穿骨条皮，穿侧面，从外面往内穿。双拉线，那两边的线保持同样的长度。拿到第1个孔，往第2个孔穿，它是需要一层一层的穿。捋，一定要捋顺，捋顺再去穿。
沿着这个位置往下缝。包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一定要扒开看有没有漏缝材料，两边都得看。缝一节看一下，缝一节看一下，沿着这个位置往下缝。这个位置我们缝的是第一个孔开始。沿着过来缝到这个地方，教大家怎么去转弯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我们外部，它缝好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好的状态。在这个地方，这条缝是不穿针的啊。我们缝完这个孔之后，直接就下一个孔，这条缝是不穿针的。前后片的孔是对应的缝的，就是有孔就缝，有孔就缝。这个地方是不穿的，再穿过来，这个地方先穿过来。拿过来，给它穿过来，给它穿过来，一层一层穿。这个地方转角的话很难一次性穿过来，一层一层穿。先给它穿过布条皮，现在马上穿的就是下一个孔，这条缺角的这个角是不穿的，穿过来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就需要让它转过来。夹住，给它拉紧，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就让它并齐。穿过来，沿着孔往前缝，这个地方这个包比较大，所以这个四分之下面有点立不起来哈。但是在转角一定要这样子夹起来，夹起来才好缝。如果它是平摊的，你就缝不了，所以一定要让它这样子夹起来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孔一定是不缝的，然后其他孔的话沿着缝就可以了。捋到这个线。又转过来，好，在这个孔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是包身和底部，所以有2层。
这样子的，就是缝好的，沿着这个位置缝。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心记号孔，对应的是侧面中间这个记号孔，对上了，说明我们这个转角是对的，没有缝错。没有对上，就把它拆到这个位置，先把针拆出来，才能拆缝线。拆到这个位置之后，再把针重新穿回到线里面，再接着往下缝。中心孔和中心孔一定是刚好在同一针这样对应上才是对的。然后沿着这个位置往这边缝，把它全部完成好。这个位置是整个包里面难度最大的哈，大家一定要有耐心。这个转角的话，一定要慢慢来。从这个位置转一圈过来，到中点的时候，这个针要一个在前后片，一个在侧面啊。这个情况下去数，还有几个孔没缝，这里有2个孔没缝，那我们就要从第3个孔剪，因为这个要刚好缝满，所以要从第3个孔剪，剩余2个孔剪出来，剩余2个孔，然后把它缝起来。因为这个比较厚，所以我们每次缝都是单层穿，基本上很难一次穿透它。先给它穿过去，缝完之后呢，倒数第1个孔缝完之后，我们要去倒数第2个孔哈，不要2根针渡过来，就直接回。拉紧线。收好线之后，把线头收起来，这个就缝制好了。缝制好之后，拿到另外一个侧面，把这个也缝制好，把虎条皮拉过来，把它完成。缝制好的这个侧面是刚好顶着这个第1个孔，从第1个孔开始，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啊。这个位置如果缝错，中心孔就会对不上。中心孔对得上，咱们才继续往下缝，往转角缝，然后到结束。两边的侧面全部都缝制好了，缝制好之后开始缝制的手提，先把手提拿过来，有2根手提，然后手提里面需要包这个样子的一个胶管，先量线，量手提这个长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个孔，倒数第6个孔，这个节长度的4倍，1、2、3、4倍，然后多减5到10厘米，正常去穿针。这是正面，把它翻过来，让它背面朝上的情况下，拿到胶管，胶管呢，从第1个孔开始比过来看一下是不是最后一个孔，如果不是，咱们就居中一点往上放，往第2个孔比过来，刚好是第2个孔，就说明我们要放在第2个孔，是根据胶管的实际情况去比。如果我们放在第1个孔，放过来之后长出去了，只要是比最后一个孔长，就需要裁剪；如果是不长出去啊，就没关系，可以短不可以长，长的话等会儿这样子缝是缝不了的。这个比完之后是刚好的一个长度。居中放，把它翻过来包裹住，包裹住这个胶管，然后用燕尾夹给它夹一下，从正面往右边这边夹，然后用针开始从1、2、3、4、5、6第6个孔进针，进过去之后再从第7个孔再给它穿回来，双拉线，让两边的线保持一样的长度，拿到第1个孔出来的针往前面缝。继续，线一定要拉紧，拉的时候我们尽量朝自己这边去拉线，从对面拉线的话有点不方便。如果从对面拉线，就一定要垂直拉，不能这样拉，这样拉的话这条边就会被磨坏。拉动的线是很锋利的，一边缝一边这样往回放，缝到倒数第6个孔收线结束。这个位置就是倒数第6个孔，缝完这一针就不往前了。
往回重复缝2针，这是1针，然后再来1针。重叠缝好2针之后，针往下一个孔穿，穿的同时呢，把这个缝隙打开，让针从这个缝里面出来。然后收线，剪线的时候留2毫米左右。打火机收线或者胶水收线都可以，点一点在上面，然后把它扫到缝隙当中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拿到另外一根手提，用同样的方法缝制好。2根手提全部缝制好了，现在开始把手提缝制到手提耳仔上面。线收在这个缝里的话呢，2面都可以作为正面，我们挑一面自己觉得好看的做正面就可以。然后把这个油边朝包伸放，油边朝包伸放，放好之后呢，把手提的还没有缝的这个位置穿过来，穿过5经对折。我们现在开始缝的是这11个孔，5、6、8、10、11个孔。咱们量线，量这个手提长度的2倍，1、2，然后拉到针线，开始来缝制。从第一个孔进针，一定要看哈，这里有一节是没有孔位的，我们从没有孔位过后第一个孔进针，到对面也是第一个，然后再从第2个孔给它穿回来，双拉线，双拉线，让2边的线保持一样的长度。拿到第1个孔出来的这根针，往第2个孔穿，再穿过来，然后去第3个孔，再去第4个孔，第5个。等第6个的时候要换左右，这第5个。就正常，现在缝的就是合起来的这一针了。现在缝的就是第6针，缝第6针的时候，我们拿到右边的我右手边的这根针，往回缝1个孔，给它缝到第5个孔，然后再去第6个孔穿的时候，就穿到左边来。我们现在是为了让这根针从右边转到左边的位置，转过来了。转过来之后，开始缝左边的这6个孔，这是第5个。先从底往上穿，可能好穿一些。线一定要拉紧哈，全程拉紧线。现在是最后1个孔，给它拉紧线，拉紧线之后往回就是重叠缝2针，1针，2针，2针之后，我们把针跟和刚刚的手提一样，把针从下一个孔穿的时候从这个缝里出来。然后拿到另外一根线，也从这个缝里出来。剪断线去收线，然后把这个线收进去，这个就已经缝制好了。然后呢，量同样长的线2倍，然后量2倍的线，然后去缝制另外一头，是这样弯曲过来。弯曲之前，先拿到这样的胶通，这种胶通的话，在肩带上面哈，肩带上会套1整根，我们拿到1整根去测量这个手提的长度，然后给它剪出来，剪好之后，把手提套进去，捋在一起，然后检查弯曲的对不对，再给它放进去。如果是送人就可以套，如果是自己用，这个可以不套的。把这个位置缝起来，缝好之后，把另外一根手提
用同样的方法缝制好。这手提位置全部都缝制好了，正反面都缝制好之后，打开包包，拿到这个底垫，这是水质布或者皮康纸的，这个材料朝下放，这边超纤的朝上放，放着内部，这个是内部材料，不管是哪一面，它都属于内部，所以它不是皮的。拿到防磨钉、螺丝还有胶套，先收起来一枚配套的，放起来备用，其他的现在使用。拿到工具包当中的螺丝刀，先放螺丝，从内往外放。我们放底垫的时候就看清楚螺丝孔在什么位置。放好之后，用螺丝刀顶住螺丝，然后这个螺丝孔这里有个螺丝孔，对齐它，然后去拧。如果你的工具包当中带了螺丝胶，我们就放螺丝胶滴在这个位置，滴一滴就可以了，不可以滴多。手摁住它，这样摁住它，然后右手拧动螺丝刀，拧到这个防磨钉会跟着螺丝转动，就说明拧紧了。一般是拧7圈到8圈左右。拧好之后，拿到这个胶套，给它套进去。用这个方法把其他3个防磨钉全部安装好。底部的4个防磨底钉全部安装好了。这是内部的底垫。现在开始安装侧面这个位置。这个耳仔的时候分正反面，跟侧面皮一样的为正面，不一样的为内部，内部和内部这样对折，去拧那个六角钉，六角钉在前片，螺丝在侧面，先给它扣侧面，扣螺丝这边，扣进去之后，这个一定要让它露出来，它露不出来的话就缝拧不进去。给它拉下来，拉下来的时候要对齐螺丝的位置啊，再去拧。对齐螺丝的位置再去拧。这个皮条是有一点弹力的，我们正常的时候，这样往回拉的时候，需要这样用力给它带一下，再往回拉过来，让它对齐，再去拧动，再去拧啊，像这样子的。先装这边，装完之后用力往外侧，再盖住，再拧动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，我们从侧面进去之后，一定要把这个正面的位置，把这个螺丝给露出来，露出来它才能拧得到六角钉，要不然它拧不到的。这个盖住，盖住之后往外拉，拉完了再往下放。放的时候一定要看，它是需要对齐螺丝的位置了。再去拧，它才能拧得紧，要不然拧不到的。把另外一侧用同样的方法安装好，4个角全部都安装好了。整个包包全部完成。